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但给我们家人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晨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，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的梗梗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子。完要过年，我姐也开始臭美了，染了个头，做了个美甲，还在得物买了个小金手链。我姐也挺会挑，这小金虎戴上真挺好看，再系个红绳，这太适合新年了。而且最近新年活动老打折，她也没花多少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过年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手链，新年走走鸿运呢。但是我感觉她这个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子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啊，那是烤完鹅肝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一块了，今天是我奶86周岁生日，完为了热闹嘛，我就直接在我奶家做的饭。就这厨房，米其林来也迷糊，永远合不上口的剪子，分不清刀尖刀背的菜刀，炒啥都粘的不锈钢壁粘锅，比我矮110公分的灶台。这灶台呀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他妈切肉的时候差点没给腰闪了。看看我奶家冰箱啊，囤的最多的是肘子罐头，我开了一盒给炖的酥汤。我奶说那罐头就借味儿，肘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赶紧炖上吧。完给我妈买鱼买冲了，整2条小红人，我说都做上吧，以后我奶就是双鱼座了。我妈还给买馒头，我爷没看明白，昨天吃一个，生生从生日快乐吃成了生日快福。然后今天做的都比较合我奶口，像油焖大虾、广西牛腩，这我奶都恨不得1礼拜吃好几回。但有的菜也不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我最后炒这个羊肉片啊，含了2个放风的，因为我奶要是看着了，不带让我放1粒鸡精的。最后煮点海螺，这一桌就这么地了，给我奶家所有能用的碗筷盆全都掏出来了，再多俩人就得拿水杯吃饭了。完吃饭，我弟闹铃响了，我寻思怎么的刚晚上上班了？他说不是，是得物现在有免费送皮肤活动，有机会0元就整一个任意888的史诗皮肤。再一个这不春节嘛，好多数码产品啥的买的也贼合适，链接放左下角了，赶紧整皮肤啊，宝子们！但我一不留神把那福馒头给吃了，我扒拉我弟，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生日快帮我吃成生快，要不咱哥俩今天是快了。然后今天没给我奶买蛋糕，买了一个冰点，这玩意儿我印象里只有哈尔滨有。这3层是不同口味的冰，就一咬在嘴里爆冰碴那种感觉特别爽。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，早些年只做一小块点心那么大，我奶那时候老背着我拎个保温饭盒去买去。这一晃20多年了，我奶现在下楼都得搀着了。我们正回忆的时候，我爷蘸了一块奶油抹我奶脸上了。哎呀妈呀，大年初一呀，让一88老头给撒狗粮了。我最近发现个商机，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，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。老椰子多便宜啊，200块钱能买30个。今天要把这事整明白了，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？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，完还不舍得扔，就先把水取下来留着看看玩意儿能干啥，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。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，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，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都是来报恩的，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。问题这才第2步啊，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。我当时满脑就想起一句话：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后来给石墨端上来，我们一下又兴奋了。该说不说的，驴还是有使命感，就看着石墨，我的 DNA 就动了。我的目标是石墨传3代，人走墨还在。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，但是下的非常慢。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，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，你们拿热水试试。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，全磨错了。
得亏当时直播了呀，我决定配个手机，以后专门直播用。再转着买了个二手的苹果11，我新的4000多呢，完再花1800，用着跟新的似的，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浅试了一下，玩游戏不卡，耗电也不快，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，而且免费保修1年。有想换手机的，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。然后椰肉呢，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，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。我一看就这个成色，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？还筛出2盆椰肉，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。等天亮找裁缝给我买风筝枕头送去。然后按教程说，这玩意儿就这么一直熬，血熬干了就出油了。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。这一大锅熬了4、5个小时之后，水是熬没了，但油也没出来呀，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？但我没死心，我又熬了1个小时，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。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，我们唯一得到的那点椰油，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。也就是说，30个椰子，4个大小伙子，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，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。那我算完这账，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，哥们儿。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，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、80，吃个2、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，看着也不太难，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，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。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，这第一步拔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用车压、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，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，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拔完。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，夯夯干了一宿啊！等天亮我一抬头，发现我弟那俩腮帮都不一边大了。然后有了这些真的人，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真的巧克力酱了。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，所以就想多磨点真的酱放里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，给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。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，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，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。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，我们找了一圈，把家里水管嘎了。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，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。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，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。真的，我从未如此渴望过活着。后来寻思先吃点东西缓一缓吧，正好我最近挖到一款韩式自由火锅，这一大箱才花了1块钱，而且配料贼多，这波纹面配着韩式汤底，味儿也特别正。现在拼多多有美食体验专场，每人现抢1份8盒必品阁的自由火锅，多种口味让大家尝购。试吃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这还能抢，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，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，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，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。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，还有这1碗底椰子油，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。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呀。完了，裹最外层的时候，我去偷点懒，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，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。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，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，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。掰开一个看了看，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对比了一下，在外观来讲，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，当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，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，成本也省了好多。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块2一个，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。不过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，就是得会漱刺儿，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。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。微霞5毛出。